不是，现在台积电发生了泄密的案件，大家都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现在什么？大家都说除了卖肝之外，他们在厂区的生活，那我们很难去想象的。是，那其实，在台积电里面，每天如果你今天是在 Fab 里面的话，你是每天要穿着无尘衣的，就是这一件，是就是要穿着这一件。这件很难穿吗？这个等一下，这个赵和你这边可以试试看。我试试看。对，好。那我们一般来讲说，在台积电的无尘室里面穿着穿着等一下是全身包起来，那全身是密不通风，而且其实口罩再戴起来，基本上只有眼睛跟这个耳朵的额头的部分有外露出来而已所以一般来讲，其实可能等一下昭和穿上去也不见得认得出来那穿上去之后呢，你必须还要忍受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无尘衣穿上去之后呢，会闷热不适，然后呢再来穿上去之后呢，你也会有行动不便，因为毕竟总是多穿的这样子一个无尘衣进来那再来就是长期穿着无尘衣再加上工作必须是在无尘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其实心理上的这个压力会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无尘室的穿着无尘衣的工作，其实尤其如果你一天是12个小时以上，其实等一下可以请昭和来体验一下，或者实际亲身来说明一下这个感觉。你说他们每天都要像我这样子，是进去的时候要先花一段时间穿，而且我穿的是一件很不专业，他们还要戴什么？戴帽子上去，帽子戴起来，戴口罩戴起来，所以基本上只可以从眼神来辨别出来，这是谁谁谁啊，还连口罩都要戴。对，口罩基本上都要戴起来的，鞋套也要对，然后手套也还要再戴起来，手套也要戴。对啊。那另外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整个无尘衣包括口罩、手套、鞋套全部都包起来，其实最重要不是要保护你是要保护，因为你在无尘室里面工作，不能有任何一颗灰尘掉在晶片上面，是为了要保护这个晶片上面不能有任何的灰尘，要不然人基本上来讲，你的一根头发掉上去，可能台积电的一片晶圆就毁掉一片所以其实这个是穿着无尘衣工作，其实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就要像我现在这样子，全部都要全部武装上去，是，然后这样子时间要12个小时。对，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这个operator 的话，作业员的话，一天是12个小时。我们都知道园区是做2休2嘛，所以一天的工。你说他们可能要这样子重复的动作，一直这样忙，一直这样忙，然后里面非常非常闷热，因为我现在穿，我里面已经流汗了。但是呢，当然在无尘室里面，它有控制恒温它控制恒温在22度 C 所以基本上来讲，还是虽然凉爽，但是每天这样子穿着，还是一定是不舒服的。对，所以也真的是必须是能够适应的人，才可以抵抗住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如果要去上厕所，如果我今天想要上厕所，我要把全部都脱掉。对，全部脱掉完之后，我要再去重新再消毒一次。再重新穿回来，没有错。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喝水？所以其实很多人其实会为了上班的这样子的一个方便，他很有可能就会憋尿。所以以前会听说，其实，在园区工作这个久了，大概身体上都会出一些状况，因为基本上你不能喝水，你不能上厕所，你可能大概只有等到中午时间或者是下班时间才能够出来这一趟，所以很多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好。对，所以其实，在园区。在 Fab 里面工作其实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今天这边有看到说一些这个台积的这边的员工那我们这边来看到是说，在不管是成员或无员或者是歌员，基本上来讲，他们的背景基本上都是材料化学系那因为我们先前其实也一直跟大家说明说，其实台积电半导体的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是跨领域的学科，除了电机电子的学科以外呢。尤其在现在要制程越来越微细、越来越缩小化的一个阶段呢，材料科学上来讲，其实是越来越重要的。那所以呢，在材料学、在化学上来讲，其实是非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角色。那这里呢，当然也有这个今天就有更详细的资料被爆出来。那包括说，其实这个里面的工程师，教授，我刚刚把这个所谓的无尘衣脱完。我全身都是汗了，我才短不到4、5分钟，我刚脱完之后，我就全身都是汗。然后我们刚刚讲，它必须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果我要去上个厕所，脱掉要重来一次，那是多么煎熬啊！所以其实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那但是呢，这个其实你要习惯了。对，就完全都要习惯。对，在业界就是这样子。对。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这边有提到说，其实今天有相关的更多的讯息出来
那甚至于包括有人讲说，其实有工程师直接买的房子，而且他们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一个什么，叫做 YED。OK， 大家不懂 YED 到底什么？他说每一个职位就是 YED， 而且职位还有一些分别。对，为什么？是，那我们这边来看其实这边 F12B 啦，F20这个指的是这个厂。我们都知道台积有12厂、12B 厂、20厂，对，这是厂的部分。再来讲 YED 的部分，指的是它的制程改善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部门。也就是说，它在量产的时候，针对设备、针对制程来讲，可能做一些良率的改善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个部分的工程师。那我们从这边来看来讲，当然因为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部门，所以呢，它其实就会接触到一些不同的相关的这个机台，怎么样子来做调整，让它的良率更好。那现在这边有看到是说它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工程师，而且它里面非常多是什么？都是清大的材料、化学。现在是做材料跟化学都会进到所谓的台积电里面去。是。我们一直强调说，其实半导体是跨领域的，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这个电机电子的领域以外，随着我们的制程越做越缩小，那在材料或者是说在化学的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关键。那甚至于我们讲到东京威力科创，它是什么？设备商。设备商来讲，又跟什么有关系？跟机械有关。对。所以其实很多的工程领域，甚至是非工程领域，商科的或者是其他的，甚至先前台积电都还有应征这个政治学的博士。对。所以其实半导体的整个产业，其实目前真的是跨领域的。所以不是我刚刚穿上无尘衣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是第一个非常闷热，是第二是什么？我连行动上来都非常困难。是。但是你还记得你这几天跟我们讲一个概念是什么？你一个人就是负责专精一个事情，是每个人跟小螺丝一样。那比如今天是我好了，我现在做的时候，我今天穿了无尘衣，那个动作有多困难，以及他在操作的时候那个东西有多难他其实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制程的时候，他可能是负责某一个制程的调教，让他要找出最好的参数。那当然不见得代表说他一定是做同样的动作，但是他可能是譬如说我今天要调出这一台设备最好的条件，那我可能要先试这个东西，试这个条件放进去做，试出来之后再来看结果怎么样。不对，再继续再来试。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它是一直来来回回吗？是你一定会很繁琐的动作，会很枯燥乏味的，因为其实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制程良率的改善，我们讲的说，它其实就是你要去找出去 fine tune 去微调里面，去找出里面的这个细节，然后去找出一个最佳化的条件。找到这个最佳化条件之后，你就可以锁定这个参数，然后来定好这个制程。不是，我们这边也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带来的这一片，这片是还没有完成的哦。是，而且这片大概是价值大概3000块嘛，对不对？没错。但是如果你今天做成3奈米，它价值会到60万。对，做成2奈米，它价值会到90万。是，从这个3000块到90万，是差这么多。那这个就是我们先前讲的半导体，也就是台积电护国神山的价值嘛。对，它从3000块做到60万或90万的这样的，虽然大家喊贵，但是大家还是抢着买。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这里面的制程非常的繁复，非常的繁琐。我要完成一颗晶片，其实不是目前所看到的这样一颗一颗，上面其实你如果把它从剖面图来看来讲，是一层一层、好几十层以上的堆叠，而且每一层跟每一层之间要非常的精准。所以这样子的对位、这样的精准度，然后呢，再加上制作出来的良率，目前全世界只有台积电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不是你现在手拿的这一大片，这个晶圆，大家想问一件事情，可以做成多少个晶片出来？好，那这一个问题其实很好。那其实我们这边看到的部分来讲，就是这上面如果我有放大来看，会看到是一颗一颗的啊。当我把它切成一颗一颗完整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到时候制作成我们讲的，我可以做多少颗的 IC 出来。对。那但是我今天制作成这个 iPhone 的这个处理器，跟我制作成这个家电产品的这个 IC， 基本上大小一定不会一样。对，所以呢，我基本上同样一片的大小，我能够制作出来的它的这个数目不会一。所以如果是要做 iPhone 的话，这一片可以做多少个出来？iPhone 的一个大小，大概我们简单看就是一个大拇指指甲的大小，所以实际上是比这个还要小。所以我今天如果
换算成很多片呢。哎，我一片大概可以到上百。你说我一个大拇指的，就大概这样子，指甲这样子大小，对，这样有很多片呢。是，所以我们这样乘上来讲，为什么其实台积电的价值它可以做好一片，为什么可以价值这么高的原因在这边。慧珍，我刚刚穿完这个防尘衣之后，无尘衣之后，我才发现，当一个工程师，连一个最简单的装备都这么难了，而且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头脑，就知道台积电在这个全球的优势在哪。你看到川普今天已经讲关税，晶片关税100%，为什么台积电毫发无伤？我们刚刚讲是因为他提早到美国去设了厂，而设了厂之后，你看到他现在完完全全要把美国的半导体垄断掉了。你看到今天环球晶。他说没有，我们要帮这个所谓的台积电做晶片，但现在外界外传都是他，今天马上就涨停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川普虽然宣布232条款，所有的晶圆啊，什么进口到美国要有这个100%关税，但是环球晶但台积电应该不会受到这个100%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美国都有加码投资。我跟你讲，赵和，你要知道，台积电说一句实在话啦，台积电嘛，没得给啊，你公那边加关税，为什么？他们不会怕吗？当然不会怕，因为现在是你们这些下游，包括苹果、包括 NVIDIA、包括 AMD、包括博通，是希望我台积电赶快把这个2奈米的晶片卖给你们。现在是供不应求啊，现在是卖方市场啊。如果你在那边说，我们什么要进口那个关税要到美国去，那个关税假设100%谁吸收？一定是他们自己这些客户吸收啊，他们就怕买不到台积电的一个晶片。我跟你讲，光从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件事？今年5月的时候呢，台积电就说，因为什么汇率啊、种种关系啊，我们那个台积电的这个3奈米的这个晶片可能要涨价。是没问题，我们愿意，大家都说好。再来。你知道美国厂亚利桑那的它所生产的晶片一口气要涨30%，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道理。什么时候买货的还没有跟你在那边那个喊价，还在那边你要涨30%就涨30%，卖方还说你涨得有道理，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台积电立于一个不败的一个情况，对，你除了台积电可以买之外，你在其他地方也买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感觉上好像之前啊，甚至我们有一些这个国内有一些在野党就会觉得说，哎呀，很可怕，台积电要被掏空，要被榨光啦。为什么今天反而一宣布之后，台积电大涨4-5%？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竞争优势，其他业者短期之内应该是没有办法追上。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件事情，今天当台积电大涨的时候，看到台积电跟全球展现实力的时候，为什么这次被指涉东京威力对马上发了声明稿？对，因为我是你很重要的厂商啊，你今天已经爬到这么高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供应链里面没有我的话，对。那我就惨了。我跟你讲哦，其实不只是这样，你知道吗？你看那个东京威力，我们现在那个财讯有把它写得很清楚嘛，它是全球第3大的一个设备厂商嘛。那呢，前面有包括美商应用材料，还有艾斯摩尔嘛，它是排名第3嘛。那你知道它其实在每个领域包括是成膜啦、涂布啦、显影啦，还有蚀刻这一些部分，事实上有一些市占率甚至是高达100%，或者是 No.1 的像你就看到全球唯一一个有4项连续工程成膜、涂布、显影，还有清洗这一边的一个设备的制造商。那照理说，东京威力科创应该也是一方霸主啊？为什么马上这个台积电抓到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股价跌14%，然后又跌了大概5-6%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个，如果说这件事情到后来发现，这个姓陈的这个工程师，不是他自己个人行为，搞不好有奉上级指示，这个台积电是可以对他进行相关的求查的。第二件事情，我跟你讲，你可能没有想到，为什么台积电今天罕见的株连5族？这连副总结大概只剩下魏哲家没惩处，他其他其实都会惩处到。你知道做给谁看吗？做给美国看。做给美国看的。我跟你讲，全世界现在谁最怕这个机密东西外泄出去？谁？美国。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飞鸿供应链啊！我在跟中国打 AI 战，我在跟中国打 AI 战，我在全面防堵中国。结果你台积电2奈米被人家机密这样弄出去，弄给谁？是弄给日本厂商来弄，还是中国厂商来弄，还是谁来厂商？这代志就大条的嘞！而且我跟你讲，你今天台积电如果不株连5族这样上去的话，
哇，那美国心里想说现在是怎样？你们现在台积电，他就会跟你讲一个理由：台积电台湾厂资安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先进制程全部来给我美国生产。如果他因为用这个借口来逼你台积电的话，你怎么办？对，所以现在为什么台积电要雷厉风行，一下子砍杀这么多人，就是要表明清楚哦，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这样子的后门，我们一定会全面防堵。那同样的，东京威力科创也担心啊，就想说，如果真的变成人家说老美跟他算账，不要说台积电跟他算账，老美跟他算账说，是不是你们这边漏出去的？是不是你们意图要怎么样？我跟你讲，美国光要算账，他自己也是穿了下的，他自己也是死定了。这也是为什么台积电这一次遇到这件事情，必须雷厉风行，展这个情况给美国看。因为我们这次看到所谓的晶片关税100%，台积电我们讲全身而退。我在今年学到最多东西是什么？就是关税2个字。我第一次学到什么？暂时性的关税，还有学到什么？滚动性的关税。或者叫滚动性的关税，你看到这是谁？日本。太衰了吧！不是说15%吗？谈得好好的啊，结果川普一瞬间，谁跟你15%再加上去？那我之前谈的不就白谈了吗？我先跟你说啊，日本现在这个经济大臣就是斥责亮正哦。前几天大家都还在盛赞他，不是吗？对。而且他在日本的国会当中还振振有词哦，面对这些国会议员的质询的时候，他说，其实那种感觉就是说他跟美国瞧好了，你知道吗？对。结果发现到，今天美国政府一公告的情况之下，马上班机飞美国，那赶快去谈，那脸色铁青啊！那本来他有机会可能是什么石破茂下一任的所谓的阁揆，你知道吗？石破茂下来之后，有可能斥责会想要这个目前是你说他可能会当新首相的人，对新首相的人，结果现在可能连官都丢了，跌落神坛了。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美国政府发布的时候，原来才知道，不知道是美国的日文不好，还是日本的英文不好哦。当初在谈的时候，本来斥责他们认为说，如果没有到15%的，基本上都调到15%；如果说是超过15%的，就维持那个原状。结果不是，今天不是，是今天美国宣布说，原本的税率上面再加15%上去。所以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日本输出到美国的牛肉，对，这时候原本是26.4%，结果呢，他们以为说会到这个所谓的26.4%就可以了。对，结果没想到是26.4%再加15%上去，变成41.4%。所以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怎么情何以堪啊？差太多了啦！以为说是15%而已，结果这边搞到41%。所以显然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川普在谈这个关税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早就知道说，日本你都在什么表面上给我说，わかります。但是呢，我知道了。事实上来讲的话，就是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在谈判的时候，常常在表面上告诉你说，我都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回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做。所以现在川普也生气了，而且表面上来讲，一开始也没跟你讲，突然间来蹦一下，然后今天就告诉你说，你再加15%，所以就等于是到了像牛肉就到了40%。所以川普发现你日本都在玩我，你日本都在骗我，所以我现在要打回去了。对，所以你不要以为川普空或者是川普难道不知道你在玩任何小把戏哦？其实他都知道你日本人在玩小把戏。本来日本它是作为全球一个 model， 什么 model 呢？就是我们跟美国谈得非常顺利，然后接下来来讲的话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趴数。但是现在没想到说被美国晃点了一下，被川普晃点一下。但是我都认为其实这大有学问。为什么大有学问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讲了，川普在谈关税不是真的在谈关税。他是拿关税当作一种武器，或是拿作一种工具来逼你就范，所以显然在这个目前来讲，这个谈的关税额外来讲的话，可能有东西是石破茂或是日本没有答应美国的。我的猜测大概都跟驻日美军是有关系的，因为驻日美军来讲的话，川普一直要求说全部军费你日本都要给我出。结果日本人从安倍晋三开始就会扭捏，一直到现在来讲我们部分出了我们出7成了，我们出几成了。川普讲说，拜托我维护你的安全，照道理讲，你全部都是要你自己出，所以你今天在被扭捏不出没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今天就给你多课15%，多课15%，那个钱刚好就补足那一块，不是吗？所以显然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不乖的，然后我今天就用关税来电你，所以我们再举个例子，印度不是吗？印度前几天就已经传出来说，因为你买了俄罗斯的石油，所以我今天再给你加25%，等于是你印度到达50%。
然后我们再看加拿大芬太尼，还有墨西哥也是芬太尼。对，所以什么意思呢？川普不再跟你谈关税，川普是用关税当作武器来刁你其他的东西。所以当你其他东西不服从川普的情况之下，不好意思，川普关税就给你一直加上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消费这个所谓的消费端你自己去买单就是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